欢迎回到爱旅游频道。今天我要带你们踏上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旅程，目的地是中国5岳之一的华山。当你听到华山这个名字时，脑海中是否已经浮现出那险峻的山峰和悬崖峭壁的景象？但我要告诉你，华山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神奇和令人着迷。让我们先来解开一个谜题：为什么华山被称为奇险天下第一山？这个称号可不是随意安上的，而是华山独特地貌和惊心动魄的登山体验赢得的美誉。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想象一下，你正站在华山脚下，仰望那高耸入云的峰峦，那陡峭的悬崖、险峻的山路，仿佛在向每一个前来挑战的勇士发出无声的邀请。华山的险峻首先体现在它的地形上，这座山峰四面如削，绝壁千仞，给人一种仰之弥高、俯不可及的感觉。华山的奇险还体现在它的登山路线上，自古华山一条路这句古语道出了华山的险要。在古代，登华山只有一条极其狭窄和危险的道路。即使在今天，尽管已经开辟了多条登山路线，但最著名的几处景点仍然以其惊险程度闻名于世。比如，让我们来说说长空栈道。这是一条凌空架设在悬崖绝壁上的栈道，仅有几块木板宽，两侧是万丈深渊。当你小心翼翼地在栈道上前行时，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和震撼，每一步都仿佛在挑战自己的勇气，每一步都让你更接近云端。想象一下，当你站在栈道中央，俯瞰脚下的云海，那种征服恐惧的快感会让你终生难忘。再来看看鹞子翻身，这是一处极其陡峭的山路，游客需要紧贴岩壁，像鹞子一样翻转身体才能通过。当你成功通过这段路程时，你会感受到征服自然的喜悦。这不仅是一次身体的挑战，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还有千尺状和百尺峡，这两处地方都是极其狭窄陡峭的山道，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千尺状是一条峭壁之上的大裂缝，陷在两旁的巨石之间，仅容两人上下穿行；而百尺峡则是一条几近垂直90度的陡峭山道，游人通行时需玩铁索而上。这些惊险刺激的景点，加上华山独特的地貌特征，共同铸就了华山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但请记住，华山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险峻，更在于它如何挑战我们，激发我们内心的勇气和决心。华山共有5峰：东峰朝阳，西峰莲花，中峰玉女，南峰落雁，北峰云台。每一座峰都有其独特的魅力，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其中，南峰落雁是华山的最高峰，海拔高达2154.9米。站在山顶，你可以俯瞰整个关中平原，感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华山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7亿年前，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变迁。这座花岗岩构成的山峰，经过亿万年的风化和侵蚀，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貌景观。想象一下，当你行走在华山的山路上，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绝壁，这些悬崖峭壁如同被巨人用刀劈开一般，形成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景观。除了前面提到的长空栈道和鹞子翻身，还有一处不得不提的是苍龙岭。这是一条蜿蜒如龙的山脊，两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行走在苍龙岭上，你会感觉自己仿佛在云端漫步。特别是在晨雾弥漫的清晨，整个山脊被云雾笼罩，宛如一条腾云驾雾的苍龙，景象壮美得令人屏息。这些景观不仅展示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欣赏华山的美。每一处险峻的地形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珍宝，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征服。华山不仅以其自然景观闻名，更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备受推崇。这座山峰见证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变迁，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华山是道教的重要圣地之一，被誉为第4洞天。山上有着72个半悬空洞，20余座道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玉泉院了。玉泉院始建于宋代，是华山道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当你漫步在古老的道观中，聆听道士讲述古老的传说，你会感受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宁静。提到华山，很多人会想到金庸小说中的华山论剑。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但它生动地展现了华山在中国武侠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想象一下，当你站在华山之巅，四周云雾缭绕，你仿佛能看到古代剑客在此比武的身影。这种想象会让你的华山之旅增添一份浪漫和神秘。历史上，无数名人雅士都曾游览华山，并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李白、杜甫、苏轼等文学巨擘都曾在此留下墨宝。当你登上华山，走在这些先贤曾经走过的路上，你会感受到一种与历史对话的神奇体验。你可以想象李白在此吟诗作对的场景，感受那种文人雅士的豪迈与潇洒。登华山是一次身心的双重挑战。根据你的体力和时间，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登山路线。如果你时间有限，但又想尽可能多地游览华山，可以选择经典的一日游路线。你可以乘坐西风索道上山，然后一次游览西峰、南峰、东峰，最后从北峰索道下山。这条路线可以让你在1天之内领略华山的主要景点，体验华山的险峻与壮美。如果你想要一次更加刺激和难忘的体验，不妨尝试夜爬华山看日出，这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你可以选择晚上10点左右开始登山，经过约6小时的攀爬，在黎明时分到达东峰。当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照耀在云海之上时，你会感受到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那种站在云端迎接新一天到来的感觉，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妙。对于那些追求极限挑战的勇士们，自古华山一条路是最佳选择。这是最传统也最具挑战性的路线。从玉泉院出发，经过千尺撞、百尺峡等险要路段，最终到达北峰。这条路线虽然艰辛，但能让你真正体会到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含义。每一步都是对体力和意志力的考验，但当你最终登顶时，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你选择哪条路线，华山都会给你带来难忘的体验。在攀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不断突破极限，最终征服这座令人敬畏的山峰。华山的美不仅体现在其险峻的地貌上，更在于它四季变换的迷人景色。每个季节的华山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就像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4幅画卷。春天的华山，山花烂漫，绿意盎然。当你行走在山间小路上，周围是盛开的杜鹃和山桃，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让人心旷神怡。这个季节的华山，像是一位刚刚苏醒的少女，清新而明媚。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和活力，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礼赞。夏天的华山，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茂密的森林为炎炎夏日带来一丝清凉。当你登上山顶，俯瞰脚下的云海，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夏天的华山，就像一位充满活力的少年，热情而澎湃。特别是在雨后，
整座山仿佛被洗礼过一般，清新而明亮。秋天的华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红叶与青松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当你站在山顶，看着夕阳将整座山染成金色，你会感受到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美。秋天的华山就像一位沉稳的中年人，深邃而内敛。每一片飘落的红叶都仿佛在诉说着华山的沧桑与历史。冬天的华山银装素裹，宁静祥和，皑皑白雪覆盖了整座山峰，仿佛一位身披白袍的仙人。当你在雪中行走，听着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的声响，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冬天的华山就像一位智慧的老者，沉静而深邃。特别是在阳光照射下，整座雪山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美得令人窒息。每个季节的华山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无论你何时来访，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就是华山的魅力所在，它能够满足不同游客在不同季节的需求，为每一位游客带来独特的体验。华山不仅以其自然景观闻名，更因其丰富的传说故事而令人着迷。这些故事像是一条条看不见的线，将华山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著名的要数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了。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就发生在华山。传说沉香的母亲三圣母被压在华山之下，沉香为了救母亲不惧艰险，最终用神斧劈开了华山，救出了母亲。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精神，也为华山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当你站在华山之巅，俯瞰脚下的峡谷时，你会不禁想象当年沉香是如何用坚定的意志和无私的爱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救出母亲的。另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是关于太上老君的。道教传说中，太上老君曾在华山炼丹。据说华山南峰的炼丹炉就是太上老君留下的，而绝顶的仰天池则是他汲水炼丹的地方。这个传说为华山增添了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当你漫步在华山的山路上，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神仙遍地的年代。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叫一马定华山。这个故事讲述了宋太祖赵匡胤与道士陈抟下棋的传奇。传说赵匡胤在一局棋中输给了陈抟，赌注就是华山。从此华山就成了道家的圣地。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华山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华山增添了一份神秘和趣味。这些传说和故事让华山不仅仅是一座山，更是一个承载了无数文化和历史的宝库。当你登上华山，你不仅在攀登一座山峰，更是在探索中国文化的深邃和博大。华山的美不仅体现在其自然景观和文化传说中，更体现在其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每年的华山庙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这个始于秦始皇时期的庙会，融合了宗教、民俗、观光和商贸等多元素，是体验华山文化的绝佳机会。想象一下，当你漫步在庙会现场，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香火的气息。你可以看到各种民间艺术表演，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购买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这不仅是一次视觉和味觉的盛宴，更是一次深入了解华山文化的机会。除了庙会，华山还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例如华山论迹非遗进景区品牌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华山北峰登高现役，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阴老腔、北派韩家门幻术、王家班汴梁百戏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也为华山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华山的魅力还体现在其丰富的石刻文化中。华山是中国名山中石刻最多的山之一，被称为空中书法艺术走廊。从山路到峰顶，各个宫观庙院到旁崖壁上都布满了各种石刻。这些石刻涵盖了正、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内容丰富多样，从歌颂华山的奇险雄伟，到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再到鼓励登山者注意安全，每一处石刻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个故事的开端。想象一下，当你沿着古老的山路攀登，不时停下脚步，仔细欣赏这些石刻，你会感觉自己仿佛在翻阅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每一个字都在向你诉说着华山的过往。特别是那些著名文人留下的题字，如李白、杜甫、苏轼等，让你仿佛能够跨越时空，与这些文学巨匠进行心灵的对话。华山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险峻和美丽，更在于它能给每个游客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对于喜欢挑战自我的人来说，华山的险峻地形就是最好的试炼场。当你成功攀登到山顶，俯瞰脚下的云海，那种征服困难的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对于热爱摄影的人来说，华山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无论是晨曦中的云海，还是夕阳下的奇峰，每一个角度都能捕捉到令人惊叹的美景。特别是在不同的季节，华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给摄影爱好者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灵感。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华山则是一个巨大的户外博物馆。从古老的道观到众多的石刻，每一处都在诉说着中国文化的深邃和博大。你可以在这里感受道教文化的神秘，体验武侠小说中的豪情，或者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即使对于那些只是想放松身心的人来说，华山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当你站在山顶，感受清新的空气，聆听风的低语，欣赏壮丽的日出或日落，你会感觉所有的烦恼都随风飘散，内心充满平静和喜悦。华山的魅力还在于它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对于年轻人来说，刺激的长空栈道和夜爬看日出是不可错过的体验。对于中年人来说，华山的人文历史和道教文化或许更有吸引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乘坐索道欣赏华山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华山的旅游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现在，你可以选择乘坐索道上山，大大减少了体力消耗。山上的住宿条件也越来越好，让你可以舒适地在山上过夜，欣赏华山的日出和星空。此外，华山景区还引入了智能化管理系统，包括视频监控系统、语音广播指挥系统等，大大提高了旅游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说到安全，这也是华山景区非常重视的一点。虽然华山以险峻著称，但景区采取了多种措施确保游客的安全。例如，在一些危险的路段安装了护栏和安全绳，并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巡查和指导。不过，作为负责任的游客，我们在游览时也要时刻注意安全，遵守景区的各项规定。华山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四季变化，每个季节的华山都有其独特的美。春天的华山，山花烂漫，绿意盎然，是欣赏花卉的最佳时节。夏天的华山，郁郁葱葱，是避暑的好去处。秋天的华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是摄影的天堂。冬天的华山，银装素裹，宁静祥和，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山的日出和云海。很多人选择夜爬华山，就是为了在东峰观赏那令人震撼的日出景象。当第一缕阳光穿破云层，洒在广袤的云海上时，
那种美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而华山的云海也是闻名遐迩的，特别是在雨后或是清晨，整个山峰被云雾环绕，宛如仙境。华山的美食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亮点。华山脚下的华阴市有许多特色美食，如华阴麻花、太华鱼、核桃酥等。这些美食不仅口感独特，还蕴含了当地的文化和传统。品尝这些美食，也是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对于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华山还提供了体验道教文化的机会。你可以参观道观，聆听道士讲解道教的基本理念，甚至可以短暂体验道士的生活。这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让你不仅领略了华山的自然之美，还能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华山的魅力还在于它能够给每个人带来不同的感悟和启示。对于有些人来说，攀登华山是一次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过程。当你克服恐惧，成功通过那些险要的路段时，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勇敢和坚强。这种自信和勇气往往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华山的壮美景色让他们更加敬畏自然，感悟生命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当你站在山顶，俯瞰脚下的云海，你会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但同时又是宇宙的一部分。这种感悟往往会让人对生活有新的认识和态度。还有一些人，通过了解华山的历史和文化，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他们可能会因此而开始学习书法，或者深入研究道教文化，这些都是华山之旅带来的意外收获。华山的魅力还在于它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刺激的人，那么长空栈道和鹞子翻身绝对能让你肾上腺素飙升。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安静冥想的人，那么华山的某个幽静角落或许正适合你静心沉思。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那么华山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你的创作灵感。华山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就像它那高耸入云的峰峦一样，永远让人充满敬畏和向往。每一次登临华山都是一次身心的洗礼，一次精神的升华。无论你是第一次来华山，还是第无数次重游，华山总能给你带来新的惊喜和感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华山，那么请一定要安排一次华山之旅。如果你已经去过华山，那么不妨再去一次，相信你会有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华山，这座令人敬畏的山峰，正在等待着你的到来，等待着与你分享它的神秘和魅力。让我们一起踏上华山之旅，感受这座名山的雄奇壮丽，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相信在华山的峰峦之间，在那云雾缭绕的山路上，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和震撼。华山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是一个让你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地方。它将永远在那里，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诉说着它那永恒的传奇。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